7点半，离约定时间还有半个小时。谁能想到，我一个超级大社恐，每天宅在家里，还能赶上穿书这样的潮流？还是那种会被男主搞到众叛亲离，最后死得不明不白的那种。文初啊文初，你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？老天爷，我这是穿越了吗？他们叫他洗礼野。大冒险吧。西哥，在场的异性如果有手机电量和你一样的话，你俩就得试着谈恋爱。没有一样的，那要不换个？那个人的看过吗？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47%。就注定啊，西哥，快，大成！我去一下洗手间。那会儿怎么就不玩会手机呢？不然也不会刚好和男主手机电量一模一样了。穿进这本破书已经整整1周，别人穿书都是女主命，我倒好，炮飞前女友。分手，必须分手。但要怎么分才能不被记仇啊？洗礼野在除女主外的女生面前，可不就是洁癖加边界感强吗？这招要是用好了，说不定真有奇效。原主的衣服都太要风度不要味度了，昨晚刚下了雪，早上的天气真的好冷。为了分手大计，拼了！帖子里说了，自我感动式付出能让对方感受到压力，进而增大分手概率。还好我特地早来1个小时，在冷风里等他，虽然现在有点后悔。不行不行，要甜一点作一点，让人烦的那种。就这个。你终于来啦！那个同学，能加个微信吗？不是他，不了，我有男朋友了。啊，这样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文初，再次见到未来会搞死我的男主，心里好紧张。洗礼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等了好久。
我没有迟到，现在是7点45。那怎么了？这可是我们第一次约会，你不知道来得早一点吗？我可是7点就在这里等着了，冻死了。为什么要提早那么久等在这里？明明约了8点，这么冷的天在这里傻等。算了，正常不是应该不耐烦的走掉才对吗？他怎么不按剧本走？你是不是压根儿就不在乎我们的约会啊？不在乎我们就不要。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好暖，而且有股好闻的味道。抱歉，不是说男主对除女主以外的女生都很不耐心吗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他不是应该在我说完那就不要约会了之后，非常冷淡的直接转身离开吗？然后两人不欢而散。医学系大名鼎鼎的学神洗礼野，亲手给那个女孩围围巾，还低头道歉了。西学神，这是你女朋友啊？光想着和男主吵架了，压根儿没想到这个人居然还没离开。刚刚演出来的骄纵蛮横的样子被人全程目睹了，好社死啊！这样啊，挺好的。那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祝你们百年好合啊！好尴尬。那我们去哪里约会？为什么要问我？你就没做好我们约会的计划吗？我就知道你压根就不在乎这场约会吧。没想到吧，男主，还有第2关。我这一周可没闲着，专门找了好几部作精女主小说，日夜研读，致力演好一个完美小作精。他努力提高气势的样子，像只虚张声势的小毛毛，有些可爱。不是你先提的约会的吗？我以为你会规划好。你这是在怪我吗？这种无理取闹的质问，最容易让男生感到烦躁和不耐烦，尤其是像洗礼野这种习惯掌控一切的天之骄子，肯定受不了。那你想去哪儿？我怎么知道这种事还要女生想？要男朋友干嘛用的？那吃早饭了吗？要不要先去吃点东西？我知道一家专门做早餐的店，味道和环境都不错，每天早上会有很多人预约。他不仅没生气，还开始想约会计划了。等等，很多人预约，让我这个超级社恐去有很多人的地方演作精，不如直接把我杀了。不，我还是算了。我们要不就在食堂吃吧，也挺好的。谁约会去食堂啊？好。他在干嘛？楼主说热暴力之一就是要增加身体接触。洗礼野，我手好冷啊。我可是为了等你才冻成这个样子的，你要负责。男主在文里可是从来不与女主以外的女生身体接触，我以手冷的理由要求他给我捂手，这招简直太高明了。一会他只要推辞，我何愁没有惹怒他的机会？
怎么负责？你要负责把我手捂暖。拒绝我吧，拒绝我吧！来了来了，他要推开我了！他在干嘛？席丽野的掌心干燥而温暖，甚至有些烫人。另一只手等会儿再捂。不是，男主你是狗吗？这么听我话，这么容易就牵女孩子的手，男主你的难得呢！角落简直是社恐人的梦中情地。你吃什么？海鲜粥可以吗？随便，清淡一点的就行。好像还有它的温度。难道是还不够亲密接触吗？刚才我的各种都被他轻易带过，这么纵容我，肯定是没有触碰到他的底线。这样下去，怎么才能让他厌烦？怎么分手啊？不行，得支棱起来。谢谢。有了。海鲜粥里有香菇。我讨厌吃香菇。文初，我刚刚问你的时候，你说没问题。现在有你不喜欢吃的香菇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可是我真的不喜欢吃吗？太作了，这谁能受得了？最后一次。不是，什么情况？难道男人都喜欢这种吗？怎么了？还有别的？没有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这才在一起几天啊！女主可是要半年后才会出现，我还有半年时间和男主分手。吃饱了，接下来去哪儿？按照约会的常规流程，总不能只吃个饭就结束吧？虽然我内心非常渴望这样，毕竟天气这么冷，肯定还是躺在宿舍舒服啊。情侣约会必做清单。
和陌生人组队。电影黑灯瞎火的太暧昧了，游乐园人多会死。环境安静文艺，无需大量交谈，有具体事情做不尴尬。而且现在这个时间人应该不多，简直是社恐的天堂。要不我们去拼豆？拼豆就是用镊子把彩色豆子放在板子上拼成图案，然后用熨斗烫一下就固定了，挺好玩的。行。不应该啊，原文里男主不是阴暗大疯批吗？怎么感觉前期的男主还挺有绅士风度的？环境达标，人少，完美。这个，你试试这个。嗯。说起来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做拼豆，一定要好好做。不得不承认，这个机缘巧合下的女朋友很漂亮，而且这种漂亮似乎很合我的喜欢。这里，一起拼吧，会快一点。我为什么要选这么复杂的图案？行吧。后悔了，距离太近了，我从来没有和一个人离得这么近过。这里用浅灰色。继续。我错了。好了。终于结束了。这个小猫难道不是我的吗？算了算了，那个狐狸图案也很好，反正2个图案我都参与了。我接个电话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接到辅导员的电话，我可能不能再继续陪你。机会来了！这是我刚出去的时候去店里买的，可能没有花太多时间去选择，送给你，当做我们第一次约会的礼物。送礼物？他还记得我不高兴？不是，这剧本到底谁写的？别生气了。谢谢。那我先送你回去。几万块的东西，就这样随手送了。我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指尖相触的感觉很软。这种同学间的聚会，我本来不想去，但家里要求我必须去。在场的异性，如果有手机电量和你一样的话，你俩就得试着谈恋爱。我只觉得荒谬，直到那个人的看过吗？像实验室里被五花大绑的小白鼠，有点可怜。我其实并不真的在意什么电量巧合，但当它亮出那个相同的47%，倒真有一种微妙的宿命感。他很会撒娇和炸毛生气，但没关系，难得遇到感兴趣的，我会很有耐心。
活过来了。书里的原主对奢侈品颇有研究。10万块！剧情里原主收到过这样的礼物吗？原书对男主前女友的描绘实在很少，压根儿没写到这样的细节。以后真的被男主报复没钱了，就把它卖掉。但是10万块啊！不愧是原书中的南齐吉里野，不仅学习顶尖，容貌出众，家庭背景也很雄厚。西家是横跨金融、科技、地产等多个领域的顶级豪门，他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。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吗？好羡慕。但是我记得原书里男主和家里的关系好像不是很好。男主都送礼物了，怎么着也要感谢一下吧。还挺好看的。洗礼野，看我戴上怎么样？是不是超级好看？很漂亮。可是你送的礼物好贵哦，我都没有送你什么礼物呢。没事的，那个小猫拼豆就当是你送给我的礼物了，我很喜欢。洗礼野，你是不是很喜欢猫啊？拼豆要小猫图案的，给我买的手链也是小猫元素。没想到你还是个福瑞控。福瑞控。还好吧。我也喜欢小猫。当初一个人宅在家里的时候，也养了一只小猫陪我，但那是穿书之前的事了，我已经回不去了。初初，起来吃饭啦！我来了。咦，没有啊？什么没有？哎呀，瑶瑶，你看的太粗心了。初初别动，让我看看脖子，对，看看脖子。你们干嘛呀？初初，你还装？早上那么早就出门了，我们还以为你是有事儿出去了，结果我们看到论坛帖子才知道你居然和席学长谈恋爱了。帖子？什么帖子啊？就校园论坛啊，热帖。啊！救命！我室友说今天在食堂看到他们了，学神还给女生挑香菇。挑香菇？女生到底什么来头啊？计算机系系花文出，只有我注意到学神看他的眼神了，截图了，自己品。我们都以为你们今天出去约会肯定亲了，结果你嘴上脖上什么都没有，没想到洗礼也居然还挺绅士的嘛。对啊，这么浪漫的场景居然没有亲密接触，不合理啊！快说说你们今天都干嘛了？我们就是普通吃了饭，散了步，做了会儿手工。手工？情侣手工吗？是不是交换了定情信物？定情信物？这也算。我上大学时压根儿没有所谓的什么男神校草，全是被迫上早八、怨气满的大学生。谢邀，感觉被资本做局了。完蛋了，这么高调，以后出宿舍上课不会有很多人看我吧？一想到被好多人注视，就好可怕。看来明天上课还是戴个口罩比较好。哇！
早上8点的阶梯教室，简直是学生的噩梦。人类就不该在8点以前睁开眼睛，这是对进化史的背叛。都怪喜路叶，他没事出现在我梦里干什么？穿书前，我就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，大学4年对着电脑屏幕熬过无数个夜晚，头发一把把的掉，梳子上缠绕的，枕头上散落的，洗澡时顺水流进排水口的，代码一遍点点的 debug 到凌晨3点，发现少打了个分号。好不容易毕了业，以为这辈子再也不用看见数据结构这4个字了，怎么穿书后兜兜转转还是要学这个天杀的专业啊？算了，我求夏瑶瑶带饭的时候也发这种表情包啊，没有秒回而已，正常操作，无所谓了。睡是睡不着了，谁敢睡？闭上眼睛就是他掐我脖子。但是教授的课我穿书前就学过了，再听一遍又觉得无聊。第一，做，必须做，但要有策略做。第二，热暴力不能停，犀利野，等着接招吧。你不是最讨厌被人黏着吗？你不是最爱自由吗？好，我全都给你，加倍给。为了我的小命，这场分手攻坚战我必须赢，不赢就死，没有第二个选项。楚楚，别发呆了。教授刚才好像在看咱们这边，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非常不好。后排靠窗那位戴口罩的女同学，对，就是你。来，站起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教授刚才好像在看咱们这边，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非常不好。后排靠窗那位戴口罩的女同学，对，就是你。来，站起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等，我找一下。在哪儿来着？动态规划那张，动态规划最长共同子序列啊，就是那个啊，到底是怎么推导来着？教授，这个问题是关于动态规划中的最长公共子序列算法，其核心思想是利用2维数组构建追推关系。当2个序列对应位置的字符相同时，取左上角的值加1，不同时取左侧和上方的最大值，时间 P 的改列，由此可以在 ONNM 的时间纪元内求出最长共同子系列的长度。思路正确，例子举得也不错，坐下吧。行啊，楚楚，深藏不露。我刚才翻书翻到手册经都还没找到那个公式在哪页呢，你居然站着就全答出来了。楚楚刚才低头那么久，到底在看什么啊？是不是在跟男朋友聊天？聊得那么投入，连教授盯了你半天都没发现。总不能说其实是在思考如何和男朋友分手吧？开小差被老师点名简直太难了，而且还是被点到之后完美回答，教授甚至还夸了我。刚刚下课啦，外面风好大，吹得我头发都乱了。你那边怎么样？犀利也可能有事，没有第一时间回复。太好了，等他回，我就说为什么没有秒回我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穿书这么久，一直没敢主动联系原主的家人，就是怕露馅儿。但电话打到眼前，喂，妈。楚楚啊，在学校吗？吃饭了没？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喂，妈。楚楚啊，在学校吗？吃饭了没？林秀云，原主的妈妈，前夫赌博家暴，后来为了女儿咬牙离婚，独自打拼多年的女人。她爱女儿，近乎溺爱，也正因这份补偿心理，把原主惯出了后来骄纵虚荣的性子。最近钱够用吗？天冷了，要买厚衣服，别省钱。我昨天给你卡里转了5000，你查收一下。原主的妈妈自身家庭条件其实一般，5000块对她来说不算小数目。妈，我够花的，你别老给我打钱。够什么够？你在外面读书，该花就得花。
楚楚啊，你这周末有空回家吗？裴叔叔说想请你吃顿饭。裴叔叔，裴建国妻子病逝后独自带着儿子生活，豪门出身却没有多少纨绔气息，对原主妈妈是实打实的好，也是真心想接纳原主。我才不要什么裴叔叔，妈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楚楚，妈妈怎么会不要你？但原主怕极了，怕妈妈在婚后有了新家就不要她了，所以她用尽了办法阻挠，哭闹冷战，故意在裴叔叔面前甩脸色。楚楚，你要是不想出去吃，咱们在家做也行。可以的。好，那我这就去跟你裴叔叔说。我不是原主，我能理解林秀云，也能看出裴叔叔是个不错的人。传书前，我已经很久没收到过这样的信息了。16岁的夏天，一场车祸带走了我的爸爸妈妈。那些亲戚只在乎父母留下的那点遗产和赔偿金，没人在乎我。明明我一个人生活也可以，但16岁的未成年人是需要监护人的。明明我一个人生活也可以，但16岁的未成年人是需要监护人的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吧，只有屏幕光和键盘的敲击声，只有你我一个人的空间才能给我带来一丝虚幻的安全感。这个妈妈和我记忆里那个会悄悄在我书包里塞水果，冬天总唠叨我保暖的妈，虽然是不一样的脸，但却有一样的温暖。回来，好，该我出场了。尖锐问题计划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我呀？我等了好久呢。实验比我还重要吗？一套连招下来，完美彰显自己的无理取闹和占有欲，正常男生应该都会觉得有点窒息和烦人了吧？语音？刚刚实验不方便看手机，下次我会提前报备的。乖什么乖？但他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怎么为难他？这次就原谅你。好，晚上一起吃饭吗？左京会拒绝男朋友的晚餐邀约吗？应该不会。好呀好呀，不过我想吃那家新开的屋顶花园餐厅，人不是很多，夜景超级美，我们去那里好不好嘛？我都没去过呢。简直完美，价格贵，显得我物质且不体贴，难定位。如果他订不到，还可以抱怨他没用，连家餐厅都订不到。那家，我看看，预约为满，排队到下个月，要不换一家？啊，果然，可我就是想吃那家啊！你怎么连家餐厅都订不到啊？可我就是想吃那家啊！生气吧，生气吧，你肯定受不了了吧？你不是说订不到吗？餐厅的老板刚好认识我，让他给我们预留了一个地方。666，演都不演了。不愧是男主，其他人需要提前1个月抢破头的预约，对他来说只是一条信息一句话的事情。我果然还是被资本做局了吧？当做精真是太难了。按照做精人设，去吃这种高级餐厅肯定会特别兴奋，然后打扮的花枝招展的过去。但我不会化妆啊。楚楚，你是不是晚上要出去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接电话的时候我听到了。7点，我去接你。约会？和席学长？楚楚，你约会就这样过去，不行不行。我觉得挺好的。行
习学者那种级别，什么美女没见过？而且我们吃的是漂亮饭，所以我们初初也必须好好捯饬一下，顺便亮瞎她的眼。那怎么办？交给我们。那怎么办？交给我们。试试这个。可是这太夸张了吧？你皮肤白，穿黑色肯定绝了，再配上合适的妆发，绝对是从城堡里逃出来的小公主。快，时间不多了。李月，你研究妆面，我来帮她换。当，看看我的杰作，就是这种反差感，绝了！我天，楚楚长得太好看了，肯定把徐学长迷得死死的。才不会，男主都是属于女主的，太可爱了。不过楚楚，你可要保护好自己啊，别直接被席哥拐到酒店了。你们胡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开个玩笑嘛。我回来啦。这是谁？这是我们家楚楚。楚楚要去约会了，来，我们宿舍拍个视频，纪念我们楚楚第2次和习学长约会啊！3、2、1，楚楚约会加油！我走了。哎呀，文初，你走错门了，门在另一边。上次分开前忘记还给他了，等会儿见到还给他吧。还好穿了外套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怎么样？我今天好看吗？好看的。你怎么这么敷衍？那该怎么夸？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生。这样可以吗？勉勉强强吧。上车吧，外面冷。我是不是坐你副驾的第一个女生啊？不是。来了，送命题。那坐你第一个副驾驶的女生是谁啊？是我母亲。我拿到驾照第1次上车，她坐的副驾驶。那除了你母亲呢？那就没有了，只有你。哦，算你识相。原书中，男主的母亲好像早就去世了吧？后端的问什么破绽问题？他好像没有不高兴。好多人，怎么不停的下停车场？好多人，不要看我！上次包厢里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一副想要逃的样子。怕人？啊，
有点儿。好可爱。别怕，我在。实在是太高调了，我就知道，早知道就不穿了。他离得好近，他身上的气息好闻。有什么忌口？没有。松露牛排7分熟。好的，两位稍等。好了，文初，回到做精状态，不要被他的温柔迷惑。你是来分手的，不是来谈恋爱的。这里好像也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神嘛。你看那边那个装饰灯好丑啊。不喜欢这里的灯？也不是不喜欢，就是感觉也就那样吧。裙子很特别，自己选的？机会来了。不是哦，是我室友借给我的，好看吧？是不是超级适合我？它好像有好多洛丽塔，我也想买一件了，就是有点贵。知道了。Nice， 反应好冷淡，我刚刚肯定把虚荣的人设立住了。那你能不能给我买几条洛丽塔？我觉得会很适合我。怕人还要穿。刚才从停车场走到餐厅门口那段路，你几乎是贴着我走，恨不得把整张脸都埋我胳膊里。他注意到了，不对，他是不是在怀疑什么？你懂什么？要不是和你出来，我才不穿这件衣服。所以现在是怪我了？就是怪你。那我能理解为你让我买裙子是为了穿给我看吗？他怎么就有了这种想法？但是既然男主都这么想了，那就直接承认好了。反正做精人设就是这样的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是什么意思？不得不说，席里也是一个很体贴的男朋友。如果不是知道剧情里未来的他会搞死我的话，其实这段恋爱还是不错的。不行不行，文初你清醒一点，他是疯批男主，你是炮灰前女友，你的目标是分手跑路。我接个电话。这个网红餐厅的景色是不错，但菜品却没那么出色。分手现场？这不就是现成的教材吗？看看别人是怎么吵架、怎么闹分手的，说不定以后我和男主分手也能用上。在看什么？
没什么，就随便看看。吃好了吗？吃好了。那走吧。他刚才是不是碰了我脖子？是故意的吗？还是无心的？一定是无心的，对，无心的。对了，这是你上次借给我的围巾，还给你。洗过了？洗过了，还熨了一下。太安静了，但我不会找话题啊，怎么办？对了，喜力眼，我们的关系你有没有在朋友圈官宣过啊？男主肯定不会发的，正是我发挥的好时机。没有。为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拿不出手？不是，只是觉得感情是两个人的事，没必要特意展示给别人看。可是别人谈恋爱都会发朋友圈官宣的，仪式感很重要的。你很在意这个？当然在意，这是态度问题。好是什么意思？到了。拍一张，发朋友圈。哪有拍这种照片官宣的？那应该拍什么照片？对啊，应该拍什么照片呢？我一个母胎单身，刚才纯粹是下意识吐槽。你等会儿啊，这都什么啊？我和席里野现在这种诡异的关系，怎么做得出来啊？这个好像还行，就大概像这样，手指扣在一起会显得好一点。这样。他是不是故意的？好了。你怎么发的这么慢啊？按理说发一个朋友圈应该很快才对。我第一次发，不太熟悉。原来现在还有人不发朋友圈吗？我前世宅在家也会偶尔发几条，所以他是专门为了官宣才发的第一条。所以你为什么不发？你刚刚问我有没有在朋友圈官宣，但其实你也没有官宣吧？他这是在用我刚才的逻辑质问我？我本来就要发的。为了符合做精人设，拼了！啊，初初，你终于知道法官出演朋友圈了！天啊，这跑偏，这氛围感，两人的手太有体力差了吧！99，哇，是席学长，文初可以啊！恭喜脱单，男才女貌。完蛋了，男主突然这么高调官宣，我已经能想到分手后学校的帖子怎么说了。我操，席里野朋友圈里那个真是你女朋友啊？文初，就上次包厢里那个？你不是说就是玩大冒险顺便谈的吗？
他很可爱，不是吗？兄弟，你什么情况？来真的啦？没人比我更了解你。听我一句劝，收着点。文初是人，不是实验室里的小动物。他遇上你，算他倒霉。谁让文初先出现在我面前的呢？你不用管，我才不想管你，你别太过分就行。老子可不想好兄弟蹲局子。那个，那我先走了。我的躺床上了。他好像还挺关心我的。他是男主，他是疯批，他是未来要搞死我的人，不要被糖衣炮弹迷惑。晚安。裴叔叔好，妈妈。这人应该就是裴叔叔的儿子，总感觉这个人好像在哪里见到过。初初来了，快坐快坐。初初，路上堵车吗？快过来坐。这就是裴烨，我儿子。小叶，这是文初妹妹。文初，你好。你好，连妹妹这个称呼都省了，果然是符合原著人设。初初啊，学校最近怎么样？吃的好不好？穿的暖不暖？都挺好的，妈。学业上还跟得上吧？计算机专业听说挺辛苦的。还好。初初，今天叫你过来，除了聚一聚，也是想正式跟你商量一下。我和你妈妈打算下个月把证领上。挺好的。妈妈，裴叔叔，恭喜你们。初初，你真的同意？你不怪妈妈？我为什么要怪妈妈？妈妈过得开心，我才高兴啊。裴叔叔对您很好，我看得出来。初初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妈妈，也会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。谢谢裴叔叔。以后裴家就是你的家，有什么需要，随时跟我说。他刚刚一直在看我，为什么？小叶，你下午不是还有事儿？你先走吧，我陪你林阿姨和初初再坐一会儿。林阿姨，文初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，小叶你去忙吧，路上小心。再见。总算走了，他的眼神看得我毛毛的。不知道席立业现在在做什么？怎么会突然想起他？他还没走。席立业情侣感情。文初，你男朋友是席立业吗？
你调查我？我没有恶意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什么？你男朋友是席立业吗？是。席立业这个人不简单，最好离他远一点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是在插手我的感情问题吗？哪怕他马上要成为我名义上的哥哥，但也太过界了吧。席立业远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他很可怕。你和他谈恋爱，不要把他想得太好。怎么有种我是家里的大白菜，然后被席立野这个黄毛拐了的错觉？你到底知道什么？我还有点事，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。等等，这件事你能不能先不告诉我妈？我和席立野感情还不是很稳定。好。席立野很可怕，他到底知道什么？那我去给他买水吧。今天不是很冷，怪不得男主都要去打球了呢。再拿一个这个。男主不吃的话，我自己吃。才不是我自己想吃呢。穿这么薄，不冷吗？这人。虽然雪已经化了，但今天温度也不高。我之前怎么没发现男主居然是个要风度不要温度的人呢？打球比想象中激烈。怎么撞那么用力？给你的。我不吃甜的。啊哦，那我自己吃好了。冰的。穿上。我不冷。你鼻尖是冰的，你刚刚站在风口，穿上。喜哥，知道疼人了啊！打完了，等我去更衣室换件衣服，我们就回去。哦，好。跟过来，站着吹风。更衣室外面有长椅。哦，原来是怕我冻着。坐着等。哦。所以，我怎么就答应席立野来这里了呢？万一遇到其他男生，我岂不是很尴尬？走了。你的衣服。你还冷吗？还好。那我们走吧。去哪里啊？校外新开了一家糖葫芦的摊位，你应该会喜欢吃。
糖葫芦。上次路过，看到很多男生带着他们女朋友买。哦，那我也要去，别的女朋友有的，我也要有。好，但是人会不会很多啊？那你待在此地，不要走动，我去给你买几个糖葫芦。这句话怎么莫名有些熟悉感？你占我便宜啊，洗礼爷！想打我？你放开！干嘛抱我？说好了，我只是个炮灰前女友呢。文初，你不是我女朋友。是啊，名义上的确是，但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你身为男主，怎么能随便和女生有肢体接触呢？哪怕我现在是你的炮灰女朋友。秦玉发的那些教人谈恋爱的文章也不算都是废物。前几天在食堂已经牵过手了，那么按视序，下一步似乎也该轮到拥抱了。他的反应应该也会特别可爱。走了，去给你买糖葫芦。我路过好几次，这个点过去没什么人的。小美女们慢慢挑，口味多得很。要什么？草莓的吧。要一串草莓，再要一串山楂。付过去了。收到了。还挺好吃。怎么样？好吃。真的。回去。好家伙，这股熟悉的属于夜晚女生宿舍楼下的恋爱酸腐气息就扑面而来。救命！怎么把大学校园这一大人文景观给忘了？简直是我这种社恐人士的噩梦地图。前世我就最怕晚上路过宿舍楼，每次都恨不得脚下踩风火轮，目不斜视的冲过去。那我回去了啊。文初，走之前，我们要不要也抱一下？不用了，下次再抱吧。果然，反应比预想的还要可爱。到哪儿了？哥几个都等着呢。说好出来放松，你别又钻实验室。定位发你了，夜色俱乐部，老地方。西哥，一个人玩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哟，这什么？小姑娘送的？真谈上了。秦汝那小子说的神神叨叨的，我还以为他在忽悠人呢。什么样的天仙能把我们西哥拿下啊？什么时候带出来见见？他怕生。得，金屋藏娇。稍微靠近一点，就像受惊的猫一样炸毛，眼睛瞪得圆溜溜的，笨拙的有点可爱。老席，你真行，跑这儿来思考人生。捏着定情信物呢。话说席少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啊？不是你喊我过来的吗？得了吧，我喊你出来没有100也有80次了吧？怎么偏偏这次出来了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可收敛着点，第一次谈恋爱对人家小姑娘好点。对了，王老头那个神经再生方向的项目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他可是各处旁敲侧击，就差直接来实验室堵你了。数据模型还有缺陷，他提供的初始样本活性不够，除非他能拿到更接近人体实际损伤环境的对照组，否则成功率低于30%，投入反出比不划算。对了，你上次的那几篇公众号推文挺有意思的。你看了？不是，老席，你该不会真看了吧？不然呢？我的老天，
所以你今晚破天荒出来，不会就是想让我再给你推荐几篇文章吧？不是你说让我学着谈恋爱的吗？西哥，我懂，我都懂。恋爱这门学问博大精深，光看几篇公众号哪够？那都是皮毛糊弄小白的。快收好，这可是我压箱底的宝贝。别看包装土，内容硬核，从初阶的理论知识，再到高阶的实践演练，应有尽有。厉害！老喜，信我，按这个来，保证你事半功倍，早日抱得美人归，让文初妹子对你死心塌地。你平时就看这些？我这是博采众长理论储备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？恋爱智商为负。总之，你拿回去看看，说不定有启发呢。算了，术业有专攻。秦叶虽然不靠谱，但毕竟谈过那么多任女朋友，总归是有可取之处的。对了，文初她总是喜欢给我发很多消息，平常和我相处还很喜欢生气，但每次生气完还是会别扭的给我发消息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明明生气了，但他还是会向我絮絮叨叨的分享日常。每次实验过后打开手机，都能看到文初的很多消息，要么是吃了食堂新出的他爱吃的糕点，要么是路过树树林看到2只打架的胖猫，要么是专业课老师今天布置了很多代码作业，甚至只是抱怨一句天气好冷不想出门。文初他怎么每天会有那么多话要在手机上跟我说？明明我们现实在一起的时候他都不怎么说话。我靠！老西，你这是炫耀吧？绝对是吧？这么粘人漂亮，连生气了都想跟你分享日常的女朋友，到底是怎么被你这种冰山木头给谈上的啊？你怎么运气这么好啊？我现在去玩真心话大冒险，也能给我分配一个这样的女朋友吗？可是他很容易发脾气，虽然每次闹脾气的时候我也不讨厌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女生有时候生气不一定是真的讨厌你，或者想远离你，相反，可能恰恰是因为在乎。在乎？对啊，你想啊，他要是不在乎你，你爱干嘛干嘛，他管你知不知道他吃不吃香菇，在不在乎约会。他生气，说明他对你是有期待的，希望你能按他想的来，能多关注他一点啊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撒娇闹脾气，求哄求关注。真有你的。至于生气完还给你发消息，那就更简单了，说明他那个气啊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根本就没往心里去。或者说，在他心里，跟你保持联系这件事比生气更重要。那你还不追？知道了。我才不。对了，我才不。席玉川好像快要回国了，你知道吗？干嘛？他上次被你摆了一道送出了国，这次回来还不知道会整出什么幺蛾子。知道，走，一个蠢货罢了。看来席云川干的那事儿，老席已经放下了。走了。啊？这就走？才来多久？实验室还有数据要核对，你们玩。实验室，大晚上实验室。First blood。上，控他，治疗的奶我一口啊！靠，这打野在梦游吗？夏瑶瑶，人送外号宿舍红温预警器，打之前手脚冰凉，打完之后18、9面红耳赤，不是兴奋的，就是气的。看他咬牙切齿，恨不得钻进去的架势，估计这把又悬了。周蕊，精通某款古风模拟建造游戏，细节控加审美在线，人称408基建狂魔。李月，计算机系学霸，逻辑思维强悍到能徒手 DBIG 到凌晨3点的女人，完美触发了那条隐藏在无数代码之下的神秘定律。每个搞计算机的骨子里多多少少都会沾点二次元，而他将这点沾发展成了重度。他的真爱是纸片人。月啊，又给你电子老公上供呢，这次能接回家不？
不愧是岳总，又欧了。初初，你回来啦？约会怎么样？有没有？还行吧。还行，这回答可不行啊！什么叫还行啊？快说说，齐大帅哥有没有什么浪漫举动？有没有拉拉小手？亲小嘴，哪有那么快？不对，是根本不会有。没有，那个我有点累了，先去睡了。为什么会有一种分不了手的错觉呢？初初，要不要下来和我双排？也行。First blood, trouble kill, quadra kill. 五杀 ！Victory！ 初初，你居然打游戏这么厉害啊！就以前在家没事儿的时候玩过一点。这叫玩过一点？说你是在家我都信。快说，是不是背地里偷偷练了？游戏是我前世为数不多可以和外界连接的方式之一，只是穿书后就暂时没碰了。真的没有？我不管，初初你就是我的神，求你了，带我上分，脱离苦海。反正打游戏比琢磨怎么和洗礼野分杀简单多了。好，耶！来，趁着手热，再战！果然还是不能熬夜打游戏啊。还好早八是一节水课，我还没吃早饭呢。我昨晚忘记给他回晚安了吗？目前还是男朋友的。昨晚的文献书看到凌晨3点。他昨晚没有回我晚安，是因为在和他一起打游戏。算了。他该不会是要……不会吧？应该是我想多了。知道了，他又知道什么了？他真的来了。给你的，趁热吃，不是饿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个三明治？上次你在微信上不是跟我说过你很喜欢食堂的这个三明治吗？还说未来1个月都要吃。当时他只回了一个知道了。我以为他就是敷衍我，可他不仅记得，还把三明治送到了我面前。你吃过了吗？哦，那个，谢谢你啊，还特意跑一趟。这不是男朋友应该做的吗？不得不说，看过秦毅那本书之后，的确学到了一些男朋友应该做的事情。那你要陪我上课吗？就一节45分钟的水课。算了，你很忙吧？不是还要去做实验吗？我就随口一问。我不是做精吗？这么体贴干什么？不对，你必须陪我上课。什么课？我国近代史感要。走吧。你真要去？
不是要我陪你上课？是啊，可是你实验室的数据……不急，1节课而已。席丽野怎么来了？我的天，他们站在一起好养眼啊！完蛋，忘记席丽野的受欢迎程度了。还好是水课。什么情况？没想到陪对象上课的风，终究吹到了席丽野身上。男主的存在感也太强了。秦羽不是说他撒娇求关注是在乎我吗？此刻我坐在这里，为什么他反而移开了眼神？这不是我给席琳也发过的那个猫猫表情包吗？我去，老席你可以啊，这就陪文初妹子一起上课了，够上道的啊，兄弟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还我怎么知道的？你们华大校园论坛现在关于你们的帖子都爆了，好吧？你等着，我马上把链接发你。旁边那个女生是谁？好漂亮，是之前论坛传过的那个女朋友吗？回楼上就是她，计算机系的文初。之前有人拍到过他们一起在食堂。看到了吧？不错啊，老席，看来我给你的秘籍很有用啊，撩妹技能见长。没有啊，没有用那本书，只是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的去买了早餐，顺其自然的陪他去了教室，顺其自然的想要画那只猫。得了吧你，还顺其自然？你肯定是偷偷研究了我的宝典，别不好意思承认。不过老席，论坛这事儿虽然看起来是给你添了把火，但你也注意点，人红是非多，文初妹子看着挺单纯的，别让她被这些乱七八糟的议论影响到。我知道。家那边，行，你又知道了。那什么，下次顺其自然的时候，记得分享一下心得体会啊，兄弟我好奇的很呢。刚看到，瑶瑶刚刚发给我了。介意吗？表面稳如老狗，实则慌的比，说的就是我了。本来就是社恐，还要每隔一段时间刷学校论坛，不是？能不能不要虐待二型老人啊？再也不见了，老几，一个丢人现眼、自讨苦吃的家伙！像只被围观了窝穴，扎着毛却不敢真咬人的小动物。低调点不好吗？不擅长应付很多人，所以下午在教室里不看我，是因为有很多人围观吗？所以，他没有不在乎我。知道了，下次我们找个更安静的地方。停，打住！一定是被席丽也带偏了。
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是不是脑子被门挤了，才会答应他来这里？再过2周就是大学4路级考试了，但是英语为什么这么难啊？当年高考全靠数学和物理接近满分的逆天发挥，才挤进了国内顶尖的大学，连4级都考了8次啊！4级好难啊，席老师帮帮我。要不我们还是去图书馆吧？图书馆这个时候应该都被预约满了吧？毕竟很多人都要考4、6级。无法反驳，期末和4、6级考前，图书馆一坐难一是华大传统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的4级就交给你喽，席老师。要是这次还没过的话，我就怪你没教好。可以，我会负责。这就答应了。你什么时候弄的这些？前几天。谢谢。不客气。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没问题。词汇量严重不足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背200个高频核心词汇，我抽查。200个，还每天抽查 ？Accelerate 加速促进 ，acceleration 加速 ，accent 强调突出 ，accumulate 积累，adjust 调整适应，对 ，administer 管理执行。现在我来提问你单词 attribute 名词，属性、特征、性质、定语。它的动词含义呢？归源于。不错。那当然。Biology 生物学、生态学。Library 图书馆。Due 度不对，到期截止。Reference 参考文献。表现不错，这个单词背得很熟。没错，我就是这么优秀。那是我背下来的吗？那是我敲电马式天天见的模块库名。就算我英语再烂，专业相关的词汇还是能条件反射的，好吗？今天的补习到此结束。英语果然不是人学的。明天继续。喜离言，你是魔鬼吧？初，和你那亲男朋友补完课没有啊？要不要来拯救一下你可怜的被队友调断的舍友？打2盘游戏放松一下。等我上线，马上！我需要游戏救我狗命。喜离言，我在你客厅打会儿游戏行吗？我保证戴耳机，绝对不会吵到你的。就当让我放松一下嘛，喜老师，求求了。可以。耶！谢谢喜老师。瑶瑶，我来了，快开！开！First blood。为什么看他的注意力不在身上会那么难受？这种感觉是什么 ？Victory！ 我吵到你了吗？没有。喜离也都给我补了半天课了，补完我就过河拆桥，不搭理他独自和别人玩游戏，是不是不太好？而且我还要保持热暴力做精的人设呢。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玩？可以，但是我不会玩。原来无所不能的元首男主也有不会的东西。教我。没事，不会玩我教你啊，很简单的，包教包会。这个键是移动，这个是技能，你点这里。他身上有种橘子味的清香，好闻。懂了吗？瑶瑶，快准备，我拉了。该怎么介绍他？朋友、同学，好像都不太对气。我拉了我男朋友一起。男朋友喜离言。哎呀，别问了，鲜奶
系的，我男朋友新手，我们带带他。那个洗脸，你选摇吧，到时候挂我头上就行了，你跟着我就行，我保护你。行吧行吧。喜路野，你跟紧我啊，点这个技能，对，就可以上来了。First blood。喜路野，过来，给你打个蓝。快，最后一击。射手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这瑶是你带的妹吧？遇到你们这种连体婴情侣，骂我可以，但席料也是我拉来的，凭什么要被一个全程划水的打野这么辱骂？不是你有病啊！我给瑶打的是他们家的蓝，你野区的蓝早被对面反了。你有种你也过来反啊！蹲在你野区刷微信步数呢。自己0-3-1的战绩，野区守不住，抓人抓不到，还好意思喷队友？蓝给你也是浪费，你有啥用？尼玛！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只会骑在女朋友头上。至少我女朋友还能推塔拿人头，你呢？骑着你的野怪送到对方嘴里吗？这对比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原来是个男的玩瑶，软饭硬吃是吧？请问，软饭硬吃的定义是什么？是指女朋友愿意给我打蓝，而我接受了这份好意。所以你没有女朋友给你打蓝吗？少他妈废话，菜就是菜。我确实菜，第一次玩。你看起来玩的久，那为什么经济和战绩比我还差呢？是因为没有女朋友给你打蓝，所以没动力吗？救命！男朋友是不是哲学毕业的？这口才，说人家打野既菜又没有女朋友，现在今晚要抱着被子哭了。这下我们要4打5了，洗礼野，我们继续。跟着你。我说了能带你飞吧？你厉害。Victory！ 我们出出的射手简直超神！我们赢了，赢了。我 MVP 哦。我们出真厉害。明明瑶瑶也是这么叫的，但怎么莫名有种脸红心跳的感觉？这算什么？我再带你打几局，保证把带飞。好。果然是男主，就算以前没打过游戏，打了几把后也玩得越来越得心应手。很晚了，送你回去。好啊。到了。上次不是说过，下次给我报。好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再见。下次可以更久一点。还有2天，我终于就要解放了。每天200个单词对我来说还是太超前了。
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清冷疏离、气质卓然的医学系学霸，在辅导英语时，会是那样一种铁面无私的暴君风格？休息好了，还有一套听力模拟题，今天做完。最后2天，坚持一下。席老师，万一我还是过不了怎么办啊？万一我还是过不了怎么办啊？这算不算败坏席老师的门风啊？席老师辅导过的人，居然连4级都过不了。哎，好好考，考完了有奖励。考完就有奖励吗？不是考过才有吗？没错，坚持到考完就有奖励。那我考过了是不是也有奖励？我一定好好考。那奖励是什么？你猜？是好吃的，还是好玩的，或者是饰品？你看，你送我的手链我还戴着呢。手链很适合他。你就说嘛，快说快说。考完你就知道了。现在把这套听力做了。你不是说等休息好了吗？那是刚才，现在你状态不错。小小4级还不拿下，这次一定能有个好成绩，他知道了也会开心的。席老师，猜猜我考的怎么样啊？考完了，感觉超好。他明明说了考完有奖励的，就算不立刻兑现奖励，至少也该回个消息吧。我是在对席里也生气吗？明明我就是奔着分手去的。席律也从来没有这么久不回我消息。刚好分手计划因为4级好久没做过了，这次一定要好好做一次，让他知道不回女朋友消息的后果。席里野，你怎么不回我消息？我等了你1个下午了，你是不是不想理我了？说话！怎么叫了你这么多次才过来吃饭？学校的事再忙，家总要回来几趟的。路上堵车。振堂，先吃饭，菜要凉了。李烨难得回来，肯定也饿了。李烨，尝尝这个汤，厨房特意炖了很久。不用，谢谢。要我说，你当初就该听我的学金融，学医能有什么大出息？能跟继承席氏比吗？振宝，你先消消气儿，李烨还年轻，想法总会变的，咱们慢慢说，别气坏了身子。1年前吃了我的亏，被席振邦送出国，刚回国倒是安分了许多。李野，吃完来书房一趟。坐。李烨，我知道你心里对这个家、对我有怨气。你小时候的事儿，是我和你母亲疏忽了。后来你母亲走了，总之，是我这个父亲失职。你是我席振邦的儿子，是席家未来的希望。过去无法改变，但未来可以规划。医学你喜欢就学，我不再强求你转行，但你不能只顾着自己那点兴趣。席家的产业迟早要你接手，你可以任性几年，但最后必须担起这个责任。我知道，公司我最后会接手，毕竟是你和母亲的心血，但不是现在。经过小时候那件事，这个儿子终究还是和我生分。我知道了，
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。出去吧。哥，和爸谈完了，看样子不太愉快。让开。听说哥最近交了个小女朋友，挺上心的样子，还为了陪人家耽误了家里好几次聚餐呢。没想到哥这样的人也会交女朋友啊！不知道他知道了你的真面目，还会不会跟你在一起？我的事还轮不到你过问，管好你自己。席云川，1年前的教训，看来忘得还不够彻底。不过就是一只猫。快递单上填的是我的手机号和地址，收件人也是我没错。可是，我非常确定以及肯定，我最近绝对没有买过这么多东西。所有的包裹全部来自国内外知名的洛丽塔洋装品牌店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的妈呀，楚楚，你这是要去开服装店吗？不是我买的，我也不知道谁寄的，信息都是我的。你们说这里面是什么？刚忙完，考得怎么样？说说看，奖励收到了吗？上次约会你不是说也想要裙子吗？给你买。还以为上次约会时他答应是开玩笑，没想到。虽说裙子有些多，而且我也不会怎么穿。哇！但凡是个女生，收到这么多可爱的小裙子，都会很开心的吧？哇，这条好看！我记得这款预约的时候可难抢了，现在二手市场都高价了。根据这些品牌和款式的市场价初步估算，总价值可能超过6位数，甚至接近7位数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我们楚楚这是要嫁入豪门了呀！狗富贵莫相忘啊，楚楚大人。西里也只说会给我奖励，但没想到这个奖励居然这么丰厚啊！从2人谈恋爱到现在，好像一直都是席里也送给我礼物。虽然做精人设表示不送礼物完全没问题，但是席里也的礼物太贵了，不回点什么，心里也过意不去。谢礼？那你穿上我买的裙子，拍张照给我看看。我到底发不发呢？不可以发，男主的要求也太暧昧了，这对我们的分手计划不利啊。可是他给你买了好多裙子，你忍心连一张照片都不给他发吗？而且人家前几天还兢兢业业的帮你补4级哎，不能忘恩负义啊！
照片拍的实在谈不上好，角度有点歪，可能是围着床帘开灯，光线也昏暗，对焦不准，甚至有点糊，让那截被柔软布料包裹的脖颈透出一种生涩又毫无防备的勾人。他喝过的杯子，我记得那件小羊云朵的裙子是不是还有一个头上戴的配饰？戴上再拍给我看看。看到了，谢礼我很喜欢。早知道就不答应他了。席琳野虽说拍照就当谢礼，可收了人家一堆贵得要命的裙子，就发2张糊了吧唧的照片，这谢礼也太没诚意了吧。瑶瑶，你说送男生什么礼物比较好？就普通同学那种。普通同学？你骗鬼呢？是送席学长吧？要我说啊，席学长现在最想要的谢礼，肯定是你主动献上的一枚香吻，最好还是法式热吻那种。夏瑶瑶，你脑子里能不能装点健康的东西？亲吻，到现在我和席路野最亲密的接触也不过是牵手和拥抱。至于亲吻，那好像是属于原书女主的专属剧情了。感觉都不是席路野会多看一眼的东西。你一直戴这个？习惯了。或许可以试试送块手表。席琳野的手实在长得有点犯规，手指修长，骨节分明，腕骨清晰，不戴块表简直暴殄天物。呼，终于没有一堆人了。欢迎光临，两位小姐想看些什么？我想买一块手表送给男朋友，有什么推荐的吗？请这边来，我们最近有几款新到的男表。几乎能想象出他戴在席琳野腕上的样子，很适合他。这款多少钱啊？这款手表是简约大3针，金刚表壳，自动机械机芯，走时精准稳定，定价为288888。20多万，几乎是我所有储备金。还有其他类似风格但价位稍低一些的选择吗？有的，女士，您可以看一下这2款手表，这款价格是12万，这款是20万，您看看。没有一款能像第一眼看到的那款蓝色表盘时，能瞬间联想到席里野。第一款确实非常经典，很多客人第一眼选中后就很难再看上别的了。可以帮我预留这块表吗？我可能需要1-2天时间准备。当然可以，
我加您一个微信，到时候您过来了提前和我说，我给您提前准备好。您的男朋友收到这块表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没想到我们初初也是个小恋爱脑啊，习学长真有福气。他也送过我很多啊，就是觉得那块表真的特别适合他。真好看，也真贵。这下好累，真的就是小康奔向贫穷了。虽然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但是现在真的就是跳一下都不带响了，还是很肉疼啊。罪魁祸首必须也要感受到我的痛。洗礼野，你知道你有多过分吗？都是你的错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让我很不爽？他是不是兴师问罪来的？文初，喂，我在呢。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？不打电话怎么知道我女朋友连电话都不接呢？那是手滑，谁让你突然打电话过来的嘛？这语气怎么听着像在倒打一耙，把错推到他头上了？那你打电话给我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特别的事，只是你发的消息有点多，一条一条回，怕你等不及，所以干脆打电话。现在你说一句，我答一句。有些话对着屏幕说可以肆无忌惮，可对着电话，尤其对着他这样仿佛在认真聆听的态度，那些话实在说不出口。哦，那从第一条开始。为什么还不回消息？刚做完一组数据。你实验比我重要吗？没有，但你发消息的时候刚好在关键步骤。一起去吃饭。好，晚上带你吃贵的。必须陪我。明天全天都有空，听你安排。这哪是热暴力，这分明是给自己上刑。那我们晚上要一起吃饭吗？脑子还是糊的，反正一起吃饭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下午要不要来实验室等我一下？我做完实验室，我们就去吃饭。行啊。吃完饭再去买糖葫芦怎么样？行啊。那下次如果有什么事或者想我了，直接给我打电话，好不好？行啊。等等，我刚才答应了什么？不行，发消息就挺好的，打电话多麻烦啊！这种公开处实的电话粥一次就够了，怎么他的意思是还要多来几次呢？可是你发消息的话，我可能会静音看不到，不能马上回复你。上次你考完4级给我发消息的事情，我不想再有第二次了。可是那次你不是后来解释是因为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吗？是没电了，但让你等了那么久，后来又因为没及时回复让你不开心。他语气的自责听起来很真诚。所以下次如果有重要的事或者想找我说说话，
直接打电话好吗？我会尽量第一时间接。那说好了，只有重要的事才能打。好，说好了。有点儿好骗。学长，刚才是跟女朋友打电话。怪不得呢，学长刚才说话语气跟平时都不一样。不一样吗？回想了一下刚才通话时的语气和措辞，好像是比平时声音要放满一些，是吗？果然谈恋爱能改变一个人啊，学长看起来开心多了。怎么不进去？我怕打扰你们做实验，要不我就在门口等你吧。没事，不打扰。好，那你再稍微等一下，实验马上结束。没事，不打扰。好，那你再稍微等一下，实验马上结束了。女主颜月也是一名医学生，但不一样的是，她会在明年夏天才会进来。作为女主，自然是特别优秀的。可这样耀眼的女主，却有一个烂到骨子里的原生家庭：酗酒赌博的父亲，懦弱无能的母亲，年幼的弟弟。她休学了3年，才攒够母亲的部分医疗费和弟弟的学费，最后在明年才得以重返校园。然后严婉就进入了席里野的实验室。冷静自持的天才学长，逐渐被学妹身上那种在绝境中依然顽强生长的生命力，以及不输于任何人的专业素养所吸引。可颜月是什么人？她像一只奋力冲向天空的鹰，向往的是无拘无束的广阔天地。于是，抗拒、挣扎、逃离，在后面长达几万字的他逃他追、他插翅难飞的剧情后，这2位主角终于在最后一章迎来了 HE 的结局。文初，你清醒一点，男主命中注定是女主的，不要因为男主对自己好，就忘记将来是要分手的。怎么不开心了？是不是等得太久了？谁不开心了？我做的好好的，你实验做完了就做完了，摸我头干嘛？回去了，带你去吃饭好不好？刚刚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呢？还当着别人的面给席里野发脾气，太丢人了。那我们走吧。我来。
不是，习学长女朋友这么会撒娇的吗？是吧是吧？声音软乎乎的，虽然好像在生气，但那个调数……重点是习学长的反应好吗？他居然没冷脸，还凑过去哄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不过说真的，那个文初长得是真好看啊，看起来小小一只，脾气还有点娇。嘘，小声点，让习学长听见，小心下次实验被他用眼神领示。刚刚是生气了吗？为什么？总不能说是想到将来也会和女主在一起，心里有些不高兴吧？没有，我就是刚刚被你突然摸头吓到了。这话我听着都假。是吗？真的是被我吓到了。真的呀？其实是因为快要到期末了，复习起来好烦，心里有点燥。你好烦，能不能不要问了？期末而已，你肯定能过的。你怎么不买啊？刚吃了晚饭，没什么胃口。但是上次你也买了啊。但是看他吃，就觉得很可爱。糖葫芦是席里野付的钱，他却一口没吃，就这么干看着我，好像有点不太好吧？那个，给你也吃一口。是不是特别甜？甜。太安静了，说点什么吧。那个，等等，你听，是不是有小猫在叫？小心手。这么冷的天，小猫你冷不冷啊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暖和一点没有？他的围巾，我抱着吧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宠物医院吗？这个时间还开门吗？先回我公寓，楼下有家宠物店，应该还没打烊，可以买点应急的东西，明天再带它去检查。你动作怎么好像还挺熟练的？以前养过。真的吗？那你的小猫呢？死了。原文初，席里野小时候被保姆欺负时，养过一只小猫。那只小猫没多久就被席玉川养死了，尸体被发现时惨不忍睹。当时看只是觉得作者在堆砌男主的悲惨背景，可此刻却仿佛有了重量和温度，变成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。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养这只小猫啊？也许这只小猫就是你当年的那只小猫回来找你呢。
其实那只小猫不算什么，我要的是只属于我的东西。那只猫可以对任何人摇尾乞怜，那文初它会是我一个人的吗？